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乒乓球底板的底劲儿。首先，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底劲儿啊？比如说我们击球的时候用8分劲儿，那么这个底板可以给你8分劲儿的反馈。如果你使9分劲儿，它依然给你8分劲儿的反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常称之为球拍到达了它的上限啊，就是说你再怎么使劲儿，它也只能给你这么大劲儿。那么底板的底劲儿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在实战当中啊，如果出现机会，我们主动发力的时候，有底劲儿的球拍，我们发上力之后，它会给球更大的力量啊，也就是说给对手更大的威胁，更容易一招毙命。那么没有底劲儿的球拍呢，击过去的球可能会软弱无力，本来是机会球，可能很容易被对手就防过来了。通常来讲，底劲儿的大小与球拍的用料有一定关系啊，比如说采用树龄更长的木料，包括呢，我们在使用木材的时候啊，用树龄长木料的偏根部这些位置，都会增加你的原料成本，也就是说会让这个球拍成本更高。那么另外呢，更好的压板技术啊，更好的粘合技术，都会影响到一支球拍的底劲儿。中高端底板因为造价比较高，所以说底劲儿一般来说都够用。那么对于中低端球拍来说，很多人呢就有一种宽容心，认为啊，比如说200-300的价位这种中低端的啊，本来就应该没有多少底劲儿。其实呢，那是你打的球拍太少。很多球拍在200-300也可以做到不错的底劲儿。对于初学者来说啊，球拍的底劲儿你可能很难摸到它上限。那么如果你有一定水平了啊，再打这些中低端的200-300球拍，你就会发现有的球拍是有底劲儿的，有的球拍你是怎么发力，它都感觉会打不死人。球拍的底劲儿，我一直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发动机啊。其实你就10万以内的车啊，这种家用的比较便宜的车也可以有不错的动力。或者说，作为200-300元这个消费群体的球友，如果你有一定水平，我就不想花更高的钱，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球拍应该可以或多或少的满足一部分这些球友的需要，就是我不想花那些钱，但是我还想让这个球拍稍微有点劲儿。但是有一些厂商啊，他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明明可以将200-300这个中低端价位的底板做得更加有力量，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这里边就点名几个吧，比如说银河的 Pro 01啊，比如说播放碳，比如说301，这些底板啊，在后台包括直播间问的球友是比较多的啊。其实这些底板它这个用料是属于相当的 low 啊。我评价这3款底板啊，我给这个市场终端价格基本上就值150，剩下的利润呢不是给经销商了，而是被厂商拿到了。如果你仅限于这几款对比，其实它的产品力确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当你打过很多底板之后，你会发现200-300的底板完全可以做的综合能力比它要强。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推荐这几款啊，包括红双喜的市场版，包括银河的中低端啊，基本上做不出来有劲儿啊。你打起来就好比咱们开的这个丰田车一样啊，没有一款丰田车在同级别里边动力是比较突出，甚至排在中上都极少。那么对于底板的追求啊，我觉得底劲儿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啊。一般没有底劲儿的底板我是不太喜欢，这会让你失去打球的乐趣啊。明明是机会啊，明明可以一板制胜的啊，却被对手打了回头。这在比赛当中啊，里外里可能差了就2分。做这期视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红双喜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市场版的这些底板技术稍微下放一点啊，用料再稍微厚道一点，也不枉这么多消费者这么多年对你的支持。好，下课。